大家好，我是怡元。万国觉醒的传统就是那个新的统帅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人问下一代的统帅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当然这一次也是不意外的，只要新的统帅出了消息之后，玩家都默认那个统帅已经出现了。所以是已经有不少的玩家在评论区问我新的步兵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证明说玩家还是对步兵有希望的。还不至于到这么绝望，哎呀，步兵又不是不可以用，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新的第8代步兵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还是老传统上我们的列表。看我影片很久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预测时间是真的非常准了。基本上出现新统帅的时间相隔是已经固定了，要么70天、84天、98天，只有3个选择，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只有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有相隔56天出现新的统帅，更夸张就是第5代的步兵42天就已经推出了，但是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超过我给出的那3个时间。这里给出的时间有10月9号、10月23号、11月6号，所以是不会跟登峰造极撞在一起的。那么这3个时间点，哪一个时间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呢？在前阵子我在推测霍去病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我看到观众有留言说，现在新的统帅出现的时间点是跟 MGE 撞上了。但是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其实国服跟国际服出现 MGE 统帅的兵种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国际服其实出现的兵种是步兵，但是国服那边是已经出现了骑兵，也就是说他们霍去病出现的时间点是跟全部骑兵统帅是一致的。而且国服的顺序也是更改了，现在是骑兵、步兵、领袖、工兵，但是国际服依然还是骑兵、步兵、工兵、领袖，我们的顺序是不一样的。但是新统帅的兵种顺序已经是根据国服的顺序了，骑兵、步兵、领袖、工兵。相信各位在上一代的兵种已经看到了，先出贞德、萨尔贡、波罗头、诸葛亮，是已经实践了官方所要更改的顺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推测新的步兵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就要看国服的 MGE 排到那个时间点到底是出现什么兵种。我去算了一下，国服会出现步兵的时间点是在10月9号，也就是相隔70天。评论区还有观众说到，他们有问过客服了，新统帅的时间是跟他们国服 MGE 是肯定绑在一起的。那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各位你们可以准备金头了。相隔70天，也就是说你的霍去病可能用不到1个赛季就出现新的步兵统帅了。那么新的步兵会被吊打霍去病跟查士丁尼，这个我就不懂了。当然我也是不排除官方有可能会跳票，所以我才会保留那3个时间点：70天、84天、98天。假设官方真的是跳票了，至少你们还有2个时间可以参考。当然跳票也证明说官方是真的偏心骑兵了，明明已经说好会根据 MGE 的兵种推出，为什么你的步兵不会跟着一起推出？不过我坦白说，如果官方是真的根据 MGE 时间推出的话，其实新统帅出现的时间点都是固定在70天左右了，就不像官方线下见面会所说的暂缓新统帅出现的时间点，反而时间点越来越快，之前都没有固定70天推出，需要玩家在更短的时间内准备更多的镜头，这或许不是好现象。那么在之前我们有讨论过了，如果官方真的是要步兵崛起的话，他必须要出一个新的步兵野战统帅，性质或许是跟关羽差不多的，毕竟现在关羽也不成威胁了，有2支工兵都可以免疫掉他的沉默，而且他的输出也是跟不上了。第8代的统帅霍去病跟查士丁尼也算是新的输出开端，是直接变成2000气的输出了，也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之后会有3000的输出。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回之前的统帅，从原本的1200变成2000、2400、2000气，之后的输出只会越叠越高。不然你们以为铁打的辅助流水的输出这一句话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所以输出统帅会逐渐被淘汰，替换成新的高输出统帅。就比方说最近的李成桂跟项羽，工兵跟骑兵都已经出新统帅来替代旧的统帅了，那么没有理由步兵不要出嘛，除非官方是真的那么不喜欢步兵啦。不过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观众认为说官方不会出加强版的关羽，他们会出加强版的哈拉尔。那么我在这里问一下各位观众，如果官方是出加强版的关羽跟加强版的哈拉尔，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不过你们也明显看到，我们唯一还在用3代之前的统帅呢，只剩下步兵而已。现在统帅的规律都是用第4代以后的，除了阿提拉5天是专门拿来清零别人之外，不过目前主流的集结呢，都是不会用到阿提拉5天来抗围殴了，大多数都是用塔里克搭配巴加尔。李成桂也算是一个例外，他是万金油，也是不太大可能会被移除掉的，而且官方都出一个诸葛亮来代替李成桂了。但是步兵呢，关羽依然还是那个关羽，就算他再怎么强，也是第3代的统帅了。都有不少的玩家在问官方什么时候让关羽退休，并不是说不喜欢这个统帅，而是他的进度已经跟不上了。当其他兵种的玩家都在用最新的统帅时，
唯独步兵还是一成不变的关羽，而且还是要关羽带新的统帅萨尔贡，萨尔贡都不能独当一面。比较起同一代的诸葛亮，真的差很远。除了新统帅的问题之外，官方什么时候出第二代的博物馆？在前不久我有做过6月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是有明确说到亚历山大会在新统帅出现之前加入博物馆。新的第8代骑兵霍去病跟查士丁尼剩下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出现了，请问亚历山大的博物馆在哪里？你们说的话到底算数吗？你所谓的新统帅到底是哪一个统帅？难道你所谓的新统帅是要等到新的步兵统帅才出现吗？那我发布这个影片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星期2，我就看什么时候才要加入，并且这个影片也算是一个催促影片，官方第2代博物馆呢。那么我是可以理解官方为什么要等新的统帅出现之前要加入博物馆，有可能官方他们自己也是预计到新的希腊文明会在新的统帅出现之前加入，或许他们是想要同步把皮洛士还有第2代的步兵同时加入博物馆，但是我总感觉他们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并且我总感觉官方有很大可能只是放步兵而已，工兵或许是不会放进去，也就是说爱德华跟独女又要再等了。距离上一次加入博物馆的萨拉丁跟铁木真都已经距离3到4个月左右了，我是真的搞不懂官方到底在等什么。不过假设皮洛士加入博物馆的话，不出意外他应该也是可以解锁第2段的技能，就像博物馆的第1代统帅都可以解锁2段了。至于是什么加成我目前还不清楚，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会用第1代统帅的玩家是真的非常少，但是以现在步兵的情况来说呢，假设皮洛士加入博物馆之后的提升还不错的话，我觉得或许有一些玩家会选择搭配皮洛士。因为看了皮洛士的技能呢，其实严格来讲他不算是特别糟糕的步兵统帅，假设加成提升很高的话，或许会有一些玩家会使用它来搭配。毕竟加入博物馆之后提升的幅度都是 20%、25% 左右，再加上目前步兵也没有太多好的选择，用皮洛士来取代亚历山大，它也算是一个迷你版的亚历山大嘛，而且加成的数值怎样比都是比亚历山大还要更多。当然的前提是皮洛士必须要觉醒，而且现在每日特惠还没有加入皮洛士，所以我觉得除了像我之前这样子开了很多金钥匙的玩家或许是已经有觉醒的皮洛士之外，相信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多的玩家觉醒皮洛士，并且会使用皮洛士的玩家相信大多数都是步兵玩家，尤其是全步兵的那一种。但是我在前面说过了，新的兵种就是步兵统帅，如果你是玩纯步兵的话，你当然会选择新的步兵嘛，并且根据观众的说法，它只会在同一个兵种的统帅 MG 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么你只剩下70天的时间了，要不要投资通用雕像在皮洛士身上，就要看你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金头，不要被博物馆的加成一时迷惑。我知道现在步兵是真的很难受，但是也是要为自己准备保险，万一第8代步兵就是关羽 2.0 呢？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今天的影片可以说是专门做给步兵玩家看的，尤其纯步兵玩家要特别注意博物馆的部分，金头要谨慎用，谨慎开销。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